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我的 ConfigUI 系列教程啊。那么这一期呢，我们针对之前 ConfigUI 入门教程的一些内容啊，再做一些拓展的补充。因为在这段时间看到不少朋友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啊，那我们就来罗列一下补充内容，大概就这3点啊。第一点，这个 XY 的图表在 ConfigUI 里我们要怎么实现啊？因为有些朋友说啊，这个基础部分就差这个了，其他的环节都能搞定了。第二点呢，有些朋友反映在 WebUI 当中生成的图像好像比在 ConfigUI 当中的图像更好看。如何才能在 ConfigUI 中还原 WebUI 当中的图像质量？这当中是涉及到2款软件不同的工作原理和一些细节设置的。那么第3点呢，就是关于插件安装，很多朋友安装不上，或者在 ConfigUI 里找不到插件啊。其实这个是安装失败啊，困扰了很多朋友。我这段时间呢也一直找问题，因为我是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还是比较多样性的。那我们这3个问题就是这一期的主要补充的部分，我们挨个来说。首先呢，我们来到 ConfigUI 讲第一个，我还是用我们之前的效率节点。说到 XY 图呢，其实很多组件和套件都有产生 XY 网格的这种功能，那只是说我们这一期呢就拿效率节点节点组来说这么一个事情。再拓展的讲一下效率节点，我们把它完整的了解一下。之前只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些内容，比如说在加载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有2个输入项啊，通过参数名称我想大家就知道是什么了。第一个就是 LoRa 的一个堆啊，说白了就是一个 LoRa 加载序列。这里我们直接给出来以后，可以看到它能同时加载很多 LoRa， 因为它的加载器这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LoRa 的加载项的。如果一个不够，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堆。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输入啊，到底要几个？下方我们可以选取任何你想要的 LoRa 模型，然后给它一个对应的权重。那当然我们还可以给它高级的模式，现在是简单模式。那换成高级模式以后，它同时提供模型强度和 clip 强度的单独调整。那么这就是一个堆，可以加2个、加3个、加4个，一直无限加下去。第二个呢，就是 ControlNet 的一个堆，也是一个 ControlNet 序列，它和 ControlNet 应用节点是一样的。这边呢，我们只需要给它一个 ControlNet 模型啊，一个加载器，然后下面呢，我们给它一个图像处理。在这里呢，我们还是用一个预处理图像艺术线条处理器，我们加一个图像加载，这样呢，图像就传进来了。当然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串接下去，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 ControlNet 一个堆，我们想加第2 ControlNet 一样，把这个堆挪出来，下面呢再继续给它模型，给它图像输入啊，就这样串接下去就 OK 了。这就是加载器的一个前置模块。然后在这2个主生成流程节点当中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平时没有的，比如说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依赖，那右边的采样器我们可以看到有个脚本。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效率节点提供给我们成套的一个各种各样的脚本。我们可以看到有 XY 图表，对吧？然后有高清修复。这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点组里找到脚本选项，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啊。那么高清修复这边缩放模式，我们可以是 latent， 也可以是之后缩放。用 pixel 缩放呢，就是出了图像以后缩放，那就是用的我们的放大模型来放大的，对不对？如果是用的 latent， 那就是浅空间的一个放大了。那这里的选项呢，大家也看一下，也应该知道是什么。当然这个步骤呢，我们还可以添加自己的主模型啊，进行浅空间不同模型的2次渲染和放大。那么第2个放大脚本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分块放大啊，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SD 放大了，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缩放系数，然后每个区块大小以及拼接接缝这个地方的处理方式。这些模块也可以串联，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左右进入的都是一个脚本，我们这边还可以再给它一个放大，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3重放大法。那最后呢，我们自然要说到的就是这个 XY 图表。这边输入我们可以看到有3项，一个是依赖，一个是 XY 数据。那么依赖呢，自然就是我们这边效率加载器给过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设置你的 X 数据和 Y 的数据了。说白了 XY 它不就是一个参数的便利嘛？只不过我们需要便利哪方面参数呢？那我们就可以通过效率节点当中的 XY 的输入来选择我们要便利的参数。那么通常呢，我们要便利的，比如说 CFG 步数，又或者是采样器 K-Sampler， 对吧？这样呢，其实很方便的，我们就能设置我们要让它便利的某些参数。因为这里为了速度呢，我们调用了一个 Dreamshifter 的一个 LCM 的模型，所以说它的步数呢，在作者提供的参考数据当中呢，是5到15步。那我们居中给它10步。那 CFG 呢，我们可以便利一下了，对吧？我们要看一看它最大是作者说是2，那我们要试一试，如果我们从 0.6 开始便利，一直便利到2，看一看 CFG 对图像的影响程度。那我们在这里呢，比如说我们给它3档，最初始的 CFG 我们可以给到 0.6， 那么
么最大的 CFG 呢，我们给到2，这样的话呢，当中相差了 1.4， 那它会平均除以3，也就是便利的每一步的参数了。那么之后呢，因为是 LCM 嘛，它的采样器呢，可能我们还不太了解实际的效果，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给它增加一些采样器。首先呢 LCM 的采样器我们来一个，其次呢，因为是这个 Dreamshipper 这系列模型，用这个 DDIM 的采样器也还可以。那么第3个呢，我们来用一个 Euler A 来进行一个标准的对比。那这样的话，我们 XY 是不是就设置好了？对于这个图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简单的参数，这个我们基本上可以默认啊，图片和图片的之间间隔几个像素 ，XY 是否要对调，或者是我们如何排列这个轴的方向啊？那这些呢，其实都是无伤大雅的，用它默认的参数都是没问题的。最后呢，我们这边给出来一个图像预览。那在生成之前呢，我们还需要简单的给它一个题词，并把我们的种子进行固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 XY 图表的生成。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图表，和我们在 Web UI 里基本上是一样的。这里我们可以对照的来看一下啊，这3种采样器哪一种更好呢？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 DDIM 的这个效果不错。那 0.6 的 CFG 还是有些低啊，这边 Euler A 就有点呲了。那么 1.3 到 2.0 呢，效果其实差不了太多，我们 CFG 可以给到 1.5， 然后采样器呢，我们可以选 LCM， 也可以选择这个 DDIM。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能判断我们最终这个模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渲染是比较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这个 ControlNet。 有一些朋友说这个 ControlNet 在这个效率节点当中不起作用，其实是起作用的，可能是用的模型有问题，或者是便利的方式不对。使用效率节点，我们也可以便利 ControlNet 的某些控制器的一个权重啊。那这里呢，我们把 XY 先给它删除掉，然后这边呢，我们直接调用一个 XY 输入当中的 ControlNet。 可以看到啊，有2个，一个是 ControlNet， 还有一个是表。这2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来选出来看一下。用中文来体现表没有问题，它其实是一个 XY 双向的，也就是左边最基础的呢，我们只能便利一个参数啊，比如说我们的强度，又或者是开始的介入时机和结束的介入时机，只能便利一个。那这边呢，我们可以2个参数进行结合，比如说我要便利它的开始和结束，又或者是它的强度和结束和强度和开始啊，可以同时把这2个组合成一个 XY 输入进来。那这里呢，我们就简单的用单个参数来进行示范啊。比如说我们这边之前呢已经做了这样一套流程了啊，我们把模型加载过来，这边呢其实我们直接选了一个线性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先出一个图看一下。在出图之前呢，我们可以把它的高度裁剪到768，因为它是一个长形的图像啊。然后这边同时给它一个女性角色的一个题词，同时这个模型呢，我会用一个 embedding bad dream， 就针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个嵌入。那这里呢，我们再加一个 embedding， 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负面 embedding， 所以说有2个负面的 embedding。 我们先让它生成一个基础的参考图啊，我们把脚本这些都取消掉，先让它生成。然后下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预处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艺术线条。那这边呢 ControlNet 我们也给它一个艺术线条，然后把图像输入给我们这个 ControlNet 的应用。那这里呢，我们要仔细的来设置一下我们要便利的参数啊，比如说我们就便利强度。那么强度我们要便利3个样本还是4个样本？比如说我们4个样本吧。那么初始的强度呢，我希望是 0.2 啊。那么便利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取样，这部分的取样呢，我们会在这是 0.8 的区间里面除以4进行一个区间的采样。那至于开始和结束呢，这里我们保持默认啊，不变。这2个呢就是固定值啊，并不会参与到参数便利里面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当然这个分辨率刚才我们设置的不太对啊，我们把它的高度给到768，要和我们这个 ControlNet 的图像一致，然后我们换成768再重新生成一下。那现在可以看到这个面部它要好一些了啊。最后呢，我们出来一个图像啊，给它做一下后期处理，简单的一个锐化，最后我们给个预览，然后我们把种子呢给它固定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 ControlNet 这个流程给它接入进来啊，让它进行一个 ControlNet 的一个便利。现在我们是单参数啊，接下来我们就直接来生成。OK，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可以来真正的对比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最低的 0.2 的强度啊，然后呢 0.467、0.733，最后是1啊，整个的线条是不是就越来越接近于我们给它的这个图以及我们的这样一个线条参考了，对不对？尤其是到了1以后，你会感觉有一些过了啊，比如说这边下边的这个衣服的这个地方呢，它这边生成的就比较怪了，因为我们控制的强度比较高了。到了 0.7 的时候呢，还好一些。最合适的可以看到应该是 0.467 啊，这种情况呢，它既有一些自身的一个发挥，又
不会把这个图像控制的特别的死。那么 0.2 呢，其实它就会偏离我们的这个图像有些远，那这边的一个线条它参考的比较少但是整体的构图还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于效率节点来说 XY 的参数便利还是比较方便的，应该是够用的。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你想要便利你 LoRa 的模型权重的时候这里也有。当然这里还有一个自行输入的，但是我就觉得没有必要了。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手动的输入框下面也有一个手动输入的这么一个说明文件，我们拖过来看一下如果我们想加载不同的参数的话，就可以对比这边的说明文件。比如说我们这边的接口类型可以看到开始部署、结束部署，或者是 CFG 采样器等等等等当你选用某一些接口的时候，应该如何输入？我们让它便利哪些采样器？比如说我们挑出来几个，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呢，比如 DPM 的 SED。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给它 LCM，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3个参数添加进来了，把这个接口呢输入给我们这个 XY 图表，那它自然会接收这3个参数。当然这种方式呢，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搞一些提词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有这种提词的替换的，那么这就是稍微制定的手动输入的 YX 参数了。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这个 ConfigUI 能不能复现 WebUI 当中的生成效果。首先要说的是，大家生成图像为什么说到了 ConfigUI 就不好看了总觉得 ConfigUI 生成的图像比较难看，其实不是难看，而是说标准不同，2个不同的框架你拿 SD 的提词放到这边来生成，那效果肯定不会理想。你说 ConfigUI 能不能出很好的图呢？当然是可以的，只是说你不能用之前玩 SD 的那个衡量标准来在这边生成图像。这里就要说到第一个点对于提词的一个理解。那当我们点开一个图像的时候呢，对于新手而言，你可能会犯几个错误。那就比如这个图像对于新手而言，有些朋友可能并不理解提词当中蕴含的一个含义，但是呢，最重要的要知道2点，它是否引用了外界的资源这个提词当中它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提词它还有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 LoRa， 所以说你要没有 LoRa 生成出来的肯定是和它不一样的，对不对？那这正向提示词。那对于负面提示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用了很多的提示词但是在这些提示词当中呢，其实是有 embedding 的，有很多你辨识不了的，可能就是一个 embedding一个单词，因为在 SD 当中它不会把这个 embedding 标注出来它可能只是这么一个名称，所以说对于新手呢，你可能没有辨识到这些东西，所以你即便复制了这些提词，不管是在 SD 也好，还是在 ConfigUI 也好你生成的图像肯定都不是你想要的，或者是不是参考图的一模一样的这么一个图像。那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提词当中蕴含的一些调用资源以后呢我们都满足了，但出来的还是不一样。那这其中呢，就要说到 ConfigUI 和 SD 底层的生成框架有哪些不一样。这里一共有3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对于提词的这个权重处理，比如这里我们给 1.2， 下面呢给 0.7， 这2组提词是不一样的权重。那在 SD 当中它计算和在 ConfigUI 中计算是有差别的。所以第一步呢，在 EFF 节点里面呢，我们可以选择将我们的提词权重改为这么一个权重就是 SD 的权重 A1111。那同时呢，还有一个 token 的一个规格化。当然了，这个东西对于差异而言，它影响的很小了我们可以选 min 或者是 length， 之后呢，我们都可以去测试，它的影响并不是最大的。第二点呢，是采样方式。当我们在采样过程当中第一步是不是都需要生成一个 noise ConfigUI 和 SD 的生成噪音的方式是不同的。ConfigUI 默认调用的是 CPU 进行 noise 的生成， SD WebUI 呢，它是用的 GPU。所以当一个初始的 noise 生成的时候，其实它就基本上决定了最终生成出来的图像是什么样了所以2种生成方式不一样，最终的结果也不一样，这就是很正常的嘛。那在这里呢，同样 EFF 节点呢，我们也可以选择用不同的方式来生成 noise。我们把脚本拖出来，可以看到有一个 noise 的控制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将它设置成为 GPU。那这种方式呢，才是符合 SD 的生成规则的。那么当然了，这种方式呢，不仅仅只限于效率节点对于不同的节点呢，有不同的调用方式。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 Inspire 这么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组，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 A111适配，也就是模拟 WebUI 的生成方式。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系列的采样器，所以这个采样器我们在下方就可以看到它专门把这个提升为了一个参数，也就是 noise 的生成方式。我们可以 CPU， 那么就是 ConfigUI 的，如果是 GPU 呢，就是 WebUI 的。只要我们把这2点搞定了，现在我们到 WebUI 来看一下，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图像信息是这样一个提示词，然后我
我们先把这个提示词复制过来，之后看一下生成参数啊。这里涉及到生成第3个点，就是它的采样方式啊。如果对这个采样方式有一定深入了解的朋友，知道这当中是有2类，一类是收敛式采样方式，一类是开放式的，也就是未收敛的算法。这里我们要复现一个同样的效果，必须要使用收敛，而不能使用不收敛的采样方式，同时也不能使用这种 SDE 的随机方式啊。之前我们说过，这个 SDE 它是有一些随机的。那这里呢，我们选择 DPM 加 2M Keras 这么一个收敛式的采样方式。那这边呢，我们自然也设置成为 DPM 加 2M。下面呢，我们选择 Keras 这样一个采样调度方式。那最后呢，就是这边的步数了啊，步数我们定的是25步，然后下面呢是512的768。所以这个图像信息这边我们要对一下啊，比如说 CFG 是7，然后随机种子呢，我们复制一下给到我们 ConfigUI， 分辨率是512的768。那还有一些细节也不要忘记，比如说这边是否给了 VAE 模型，然后这边的跳过层数到底是几层，都要一模一样的。那这边呢，我们也是跳过2层，然后随机种子呢，我们复制一下 VAE 呢，我们也是选用的模型自带的 VAE。在这些参数都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这边再来选择提词和采样这边的对应 SD 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来进行一个生成。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生成的和我们 SD 这边生成的一个效果。我们这边来单独打开这个图像来看一下啊，右边是 SD 生成的，左边是我们 ConfigUI 生成的。从细节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可能说左边更清晰一点，或者是这边眼睛这边可能有一些小问题，那这就是一些细节上面的问题，但是大概的一个程度呢是完全还原了，对不对？那这是其一我们要说的，你要在参数上进行一个仔细的校对。第二个要说的方面呢，就是其实即便我们再这么细致的设置啊，在你的参数或者是加入的东西太多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浮现的啊。比如说这边我们不用这个提示词了，来个 embedding， 比如说我们用了这2个了，然后我们先来生成一下这个种子，我们就不变了啊。然后这边呢 SD 我们再调用一个 embedding， 同样我们把这2个 embedding 放上来，然后中间呢我们来个逗号。OK， 那么这2个呢，我们现在再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 SD 这边的是3个蝴蝶，上面2个大的，下面1个小的。而我们 ConfigUI 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表现方式就不一样了。当我们加了嵌入以后，就是2个 embedding 以后，它生成的就会有差别了。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我们 Clip 当中的一个解析问题了啊。因为提词的解析我们可以让它的权重来权衡，但是 embedding 的解析呢，它已经打包好的这一个 token 组了。之后呢，我们进阶内容会讲一些这个 Clip 当中的一个构成，所以说它是一个 token 的一个组啊，这个 embedding。可是上面呢，这个是提示词转到 token， 然后呢，最终生成一个组。那么正因为这些细节上的不同，所以在它呈现上才会慢慢越偏越远，越偏越远。比如说我们现在加了很多 embedding， 然后上头呢很多提词又加了很多 LoRa， 那么 LoRa 的权重可能又不一样， LoRa 的权重分配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再往之后推呢，比如说又加了 ControlNet， 又加了 IPadapter， 又加了什么 Face ID 等等等等，加入很多这样东西，你想再还原的话就会很难。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在复现的时候，越复杂的设计你要考虑的东西越多，也就越难复现。现在我们探讨的并不是说它能不能复现啊，而是说有些朋友觉得 ConfigUI 的生图的质量不如 SD，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新手呢不会针对 ConfigUI 进行一个针对性的优化，而是直接从这个地方来抄词啊，抄一个词直接复制过来就用了。这个方法在 ConfigUI 它是不太适用的。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网站啊，任何的这些信息网站啊，你都会看到一些图像和它的 prompt。就目前而言，他们的 prompt 都是基于 SD 生成的，所以这个提词你直接复制过来当然是不好看的。就好比我们现在把它改成 ConfigUI， 这边呢我们删掉，让它用 CPU 的一个 noise 生成，效果呢肯定是不如 SD Web 的这个效果要好，因为所有的这些调教呢都不是针对 ConfigUI 的，因为 ConfigUI 对这个权重呢它是比较敏感的，我们不会给到那么高。那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生成的图像它有很多的溢出啊，这个应该是它的权重溢出，即便我们用了 Min 的这样一种权重平均化，也会有一些溢出，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裂痕，对不对？脸上，那么这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别。现在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知道怎么在 ConfigUI 里生成更好的图像了。OK， 那么当我们说完这两点，最后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插件的安装的问题了啊。有很多朋友就是说，插件安装了以后，为什么找不到啊？比如说放大组件，之前有朋友就说了，我安了这个放大节点以后，为什么我在 ConfigUI 里面啊，在这里右键节点图像放大
里面没有 SD 放大这两个选项的啊。这个过程当中呢，尤其是新手朋友不爱看命令行啊，也看不懂命令行，觉得把这个欧阳的文件夹下来，就这么一个源码啊，项目源码下来以后放到 custom notes 这么一个文件夹里就可以了，其实是有问题的。这当中涉及到3方面的问题。第一点问题就是版本的问题。后来我也发现了啊，虽然说欧阳每次都把这个插件上传到网盘，但是呢，经过时间的推移呢，现在大家用的 ComfyUI 的版本和我当时使用的版本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么插件呢，它也会更新。如果把我之前分享给大家的旧版本的插件解压到目录，它可能就会导入失败。导入失败的话，怎么来分辨呢？这里第一点呢，我们可以打开管理器，安装节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否有这么个节点在这个列表里，对吧？首先第一点要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节点，如果有，它识别到了而不是这样的感觉和没安装一样，这种就是压根就没识别到。如果它识别到了，但是呢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有个例子就导入失败，可以看到整条插件都是红色的。那么就是说，虽然它检测到这么一个节点了，但是这个节点呢无法使用，这个时候大家就需要更新插件，或者是下载了以后重新安装最新版的插件。那如果这种方式你排查不了，因为打开这个 manager 呢可能需要网络配置，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在命令行找到对应的命令。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的这个命令行，我重启了一下 ComfyUI。那么在重启完以后，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导入时间这里是导入自定义节点，对不对？我们所有的节点它都全部罗列出来，全部挨个的导入完成才运行 ComfyUI 的。那么如果你的插件无法正常的调用的话，它在这里会不显示，也就相当于在 Manager 这里你是找都找不到的，没安装，没有识别，那么是脚本或者是放置位置的问题。如果有，在 Manager 里是红色那么在这边呢，比如说这个插件调用失败了，那么它在后台呢也会相应的显示这么一行，调用成功呢它不会有提示，而失败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前头有个括弧，这里写着 import failed 导入失败嘛。所以说通过这个地方呢，后台呢我们也可以判断你这插件是不是导入成功。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只能更新 WebUI 再更新插件。当然了，这是对于简单插件的一个排查。有一些插件呢，比如说像它的这个 Instant ID 这个是一个面部换脸的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呢安装是比较复杂的它需要一些依赖，还有一个正确的环境配置。所以说不同的插件还是要分情况来看的。当然大部分的插件呢，如果遇到这个问题，那就是版本不符，有可能是 ComfyUI 的版本太高了，插件的版本太低了兼容不上，也有可能是 ComfyUI 的版本太低了，插件的版本太高了。OK， 那么这就是关于插件安装失败如何排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有些人呢像我一样可能用的是原版的 ComfyUI， 所以说我可以直接通过 Manager 这个地方点击全部更新就搞定了那如果没有配置网络的朋友，那就用秋叶或者是辣椒酱最近有朋友也用这个辣椒酱的这么一个客户端，那么就用不同的方式吧，在他们的前端界面来更新你的插件和 ComfyUI 的版本。如果不行的话呢，先把 ComfyUI 的版本更新了，然后把插件卸载了，重新安装最新版的插件，这样的话基本上能解决80%-90%的问题了吧。 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期要跟大家补充的新手入门教程之后的一些遗留问题，或者是没有讲到的一个内容吧。那么下一期呢，来正式的进入 ComfyUI 的进阶教程。好的，如果本支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一下了。那么对 ComfyUI 图像视频生成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的 ComfyUI 系列教程了。我们下期再见。